我们换新工作室了。我们经常说的斗志昂扬，斗志昂扬，我们专门给它贴出来。不想了，这蛮开心的，挺对。上面先给你问几问，如果是长期关注的小伙伴，对我们工作室的印象应该是2年前联合 Tim 和王源老师一起搞的那期画质改造。我们对整个拍摄和办公空间做了一次升级规划，后面非常快这1年之后，我们就又租下了楼道对面一个小一点公司的3间办公室做了扩充。我们在之前的工作室拍摄并制作了100多期视频。随着我们人员的增加也由于当时租的比较匆忙这个没来得及好好规划，再加上本身就是2个办公空间的合体，这个工作室的面积越来越捉襟见肘有一些特写拍摄台呢，我们都不得已放在了过道上整体使用效率也比较低。23年初我们的新年首要计划就是重新规划一个新的工作室，也是我们正在使用的这间。因为大厦的交通比较方便这新的工作室呢，我们也没挪窝就选在了原来工作室的楼下不过这次我们大了很多有差不多600多平米，当然和 Tim 那种几千平的肯定是不能比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宽敞舒服了。全部装修完毕之后，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总体造价呢差不多70万，其中光灯光系统就占了1半。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煞费苦心的去整备灯光？它给我们的整个办公空间带来了多大的魔力？新工作室有哪些好玩的设计？好的，我是王炯，本期测评我们一起来测评一下小白测评 3.0。为了方便区别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过新工作室几个空间的命名最后我们选择了一套内部题的黑客帝国的方案代表了工作室科技未来的这种属性你可能听着稍微有点中二，但我们真的是这么想的基于职业便利我们总是可以提前很久用上大家还不能买到的各种各样的新品，所以我们先来测评的就是1号拍摄间先知。现在这个置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这就是当时 Tim 和王源老师一起帮我们敲定的它是利用了灯光模拟了一个黄昏的空间，也很有感觉以前他和我们工作室开箱的那个场景是2个空间但这2个空间的利用效率都不高，现在我们重新规划之后融合到了1个拍摄间。先知在《黑客帝国》这个电影中虽然是一个老太太的形象，但它其实是按照母体内核设计的一个强大程序具有检索母体的能力能够推算未来所以在先知这个拍摄间就是我们拍摄所有未发新品的地方。在这个场景，根据不同的需求，我们设置了2到3个机位。经常看我们频道的小伙伴应该非常熟悉整个置景呢就非常方便新机开箱。我自己其实也非常喜欢这个置景干干净净的我们基本没做什么变化，也是直接平移下来了。在这儿我们先小引出一下我们的灯光系统这次我们所有的空间呢都采用了 E-Light 智能灯光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在一个写字楼里面这个空间挑高是有限制的。当时我们正在为灯光系统发愁因为这次新工作室主要就是规划拍摄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一来的小伙伴呢得知我们正在规划新的工作室，就简单沟通了一下，简直一拍即合非常专业的为我们的各种空间提出了非常专业的灯光解决方案。简单点说就是每一个灯光都是智能的，每个灯光都可以单独控制或者编组控制大家把专业这2个字可以先打在公屏上。1号这个先知拍摄间，我们的定位呢，它是一个暗棚，这顶部呢做了喷黑的处理。为了充分利用挑高我们所有的拍摄间这次都没有做吊顶，我们在这使用的大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筒灯这个拍摄间有很多专业的摄影灯所以有基础的照明就可以了，别着急，牛的在后面。OK， 镜头是不是可以再拉近点？这个拍摄间我们的命名呢是西安，西安是由人类控制的一个地下组织
感觉这期有点安利《黑客帝国》这个电影了。这电影确实挺好看的。它其实是作为《黑客帝国》bug 的这个存在啊 ，bug 的本质呢，其实就是程序的不完善。其实这个不完善的意义啊，就是我们给它命名的原因啊，因为这个空间是我们给特写和短视频团队准备的。短视频现在是小白测评的一个新模块啊，现在确实还是一个不完善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完善之中啊。有些小伙伴可能还不知道啊，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我们，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小白测评，每天都有更新啊，而且内容非常丰富。长视频如果看得不过瘾啊，可以去订阅一下。在西安这个拍摄间，我们设置了很多灵活的拍摄场景啊，相对固定的都有3、4个。这个墙壁呢是专门做了涂灰处理啊，整个房间的灯光也全部都采用的是射灯，而且它们的位置都可以移动。这里要比先知更加密集一些啊，而且是贴墙的啊。这里有一排排的射灯，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控制。它不仅可以精细的调节亮度和色温，而且每一个射灯的位置和角度都因为加装了轨道啊，可以任意调节。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啊，来达成各种各样的置景灯光效果。很多不是特别复杂的特写场景啊，我们就不需要再搬动啊，比如说爱图仕这种超级大的摄影灯，直接利用这些小的射灯就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至此啊，其实都算是把之前老工作室的拍摄场景平移，或者说空间重新规整好了。现在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本次的重头戏，我们的全新拍摄间矩阵。这个全新的拍摄间啊，有91平米，差不多是一个2居室房子的面积。明厅定位，顶部呢我们全部都做了喷白的处理，而且向阳的一整面呢，它这全部都是落地窗。天气好的情况下，完全不需要打光。地面呢，我们分成了2个区域。我背后的这一面呢，就铺的全部都是家用地板啊，这样呢可以来置一些电视啊，或者说家居的场景。阳光透过窗帘洒下来的时候，还是挺有生活气息的。另外一半啊，铺的是正常的办公地毯。现在面对我的这面墙，摆满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拍摄器材。靠窗的这一小块呢，制作组的小伙伴专门设置了一个东东板的墙面啊，可以拍特写，也可以当成背景。大家最近应该也看到了一些我们比较明亮的新置景啊，这个人物上镜或者说特写镜头了，全部都是在这个新的空间完成的。这个空间的一大功臣啊，抬头看啊，上面布满了吊灯，而且全部连在了一起。刚才说的天气好的时候不用打光，天气不好的时候也几乎不用打光了，顶多就是再加一个侧边的面光或者轮廓光就 OK 了。而且这些灯光全部都按排编好了组，可以根据各种各样的需求按排打开或者说关闭啊，调节明暗。比如我现在想要一个强光比的场景啊，背景的这些远光直接关闭就可以了。我想要一个大晴天啊，明亮的风格，我不需要再搬各种各样的灯，直接全部打开就可以了。当然了，现在的这种灯光作为上镜或者说 B roll 的布置肯定还有所欠缺啊。但假如把我换成一部手机啊，就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产品特写啊。大家看到的大部分新机来的都比较急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及时看到片子啊，对我们的制作效率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这种解决方案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方便的。《黑客帝国》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就是 Matrix 啊，矩阵啊，它指的就是控制了现实世界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给这个空间命名的意义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全新的空间。之前我们的大部分场景呢都是偏暗色系的啊，舞台光的那种属性。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个全明定位的空间。这个命名原因你可能听着稍微有点牵强，但我们真的就这么想的。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工作室的其他空间啊。现在我站定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一进门的地方，然后在右手边呢有各种各样的控制屏幕啊。首先是这个正方形的一个小屏幕，看着非常精致啊。这个是ELIT 的一个情景控制屏，感觉就像是一个正方形的小手机的那种感觉，给你贴在了墙上，而且它也做得非常薄，可视化做得非常好，有天气，然后有时间，你可以直接左右滑动啊，就是我们一会儿带大家看的整个我们大厅的这个灯光和情景的各种控制，比如说可以控制全开、全关，或者说离开模式啊。这边还有我们的磁吸灯带加上 logo 墙，一会儿也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旁边呢是一个实体按键，就是如果你不喜欢控制触摸的话直接一拍墙，然后就全开全关了它是可以单击也可以长按，然后可以组合成8种操作。旁边这块就是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全屏控制中心了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各种各样的模式设置比如说
快捷的工区全关，或者说会议室全开全关，或者说暖光模式，或者说冷光模式，旁边还有时钟啊，或者说放一个音乐也可以。比如说有小伙伴最后一个走下班了他直接点击下班模式，就不需要再去一个一个空间的关灯，就全部关掉了。早上第一个来的直接全工作室全开模式，所有的灯光全部打开。OK， 现在我带大家第一视角去看一下我们的大厅。一进来的这个右手边呢，是一整排的置物架，这放着非常多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这第一个呢，上面是我们各种各样平台给我们的各种各样肯定然后这个架子上呢，放的全部都是抽奖的福利你看这画面里边所有的东西，未来可能就是给你的 PS5 什么手机然后显示器路由器什么之类的。然后这面2个呢，全部都是策划组的各种各样的手机，我们已经清理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估计还是得有100多台。然后抬头往上看，有一个长的一个轨道这个是一整条轨道灯全部都是ELIT 这个方案，基本上做到了见光不见灯。比如说前面的这排小灯珠，它必须要在正下方抬头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很强的灯光，稍微偏了一点点又看到非常弱的这个光线，这样就不会刺眼一直贯穿到我们的工作室尽头。然后左手边就是先知和西安这2个拍摄间的一个连体的墙，然后这面墙呢是全空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logo 的背景墙。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框架呢基本上是做了一个21:9的比例，像电影画幅一样，然后我们的 logo 放在中间。我们加了一个单独的控制器，单击呢就可以开关尤其是从暗到亮的时候，有一种这个舞台开场了的感觉这控制器功能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你按下去旋转的话呢，它就是调节色温；如果是直接旋转的话，就可以调节灯光的亮度。虽然我们只是从楼上搬到了楼下，但是整个感觉是天差地别了这工区大了非常多也宽敞了很多，再也不会因为这空间不够，小伙伴们2个椅子出现打架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还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就刻意少放了一些桌子这样的话可以有比较大的空间。后面再加的话，我们再放桌子就可以了。如何去解决这么大一个空间的照明问题我们采用的是无主灯的设计每一排的工位上呢，我们都装了一整排的线条灯，这样大家分配到的光源都是相同的，而且这种线条灯很适合作为工区照明主要好处有3个就是护眼防眩控光精准，还有我们最在意的无频闪。智能化方面，这些灯呢不仅可以主动调节色温，还可以根据时间的不同自动调节光线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喜欢暖色系一些，中午的时候这个冷色系一些，晚上又逐渐变为暖色温我们平时呢基本上12点半就开始午休了，我们设置了一个自动化，到点呢这个所有灯光都会缓缓的关闭大家可以休息睡会儿觉了。不睡觉的人呢也算是用灯光提醒了你一下大家要休息了下午2点又会缓缓的打开不吵不闹我个人感觉还是挺人性化的。最后面这个玻璃墙里面是我们全新的会议室，我们去看一下。一开门进来这个灯光就会自动缓缓打开是因为我们在这儿设置了一个人体传感器全部在一来的 APP 里面自动化都设置好了，非常的简单。如果你开完会走了，这灯光又会全部自动关闭不需要人工的控制。当然在这个空间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情景设置开关设置在了墙上。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我们这个空间的命名呢是架构师。在电影里面呢，他是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不是人类是 AI 世界的一个程序员，是他编写了矩阵，他是架构矩阵我们是架构视频。会议室呢本来就是头脑风暴的地方，大家最近在频道里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片子，各种各样的选题都是我们在这个空间架构出来的。这是我们的财务和设备室这里平时几乎没啥人我们整个工作室的机柜也设置在这里，身后这个小柜子花了我们大几万。我们本来是有2条千兆网络之前老工作室呢没有统一规划当时就是简单粗暴的多用了几个路由器带宽虽然很高但是不太稳定，有的时候换个房间拍摄就需要重新连一次体验不是很好。网管怎么又没网了呀？现在我们通过爱快的公控机呢，将2条千兆合并成了1条然后全部使用华为的 AP 方案辐射到了整个工作室不管你在工作室的哪个位置哪个角落都可以使用相同的 WiFi 再也不用来回切换了。我们这制作组呢，因为要连接 NAS 用的是有线方案，更加速度也更加稳定。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在底层就把网线给铺好了，通过交换机呢存放我们过去做的片子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素材。后期制作人员呢也可以
可以直接通过 NAS 来传素材啊，全部使用超6类网线连接，这速度是刷刷的。这里的灯光呢和工区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因为空间比较小啊，所以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些灯带啊，看起来更加漂亮一些。这设备室的旁边啊，这个小小的我自己的办公室。走进来之后呢，也是有人体传感器，然后它就会自动把所有灯光打开。我这个办公室现在非常乱啊，因为我平时使用这个房间非常少，我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各种棚里面拍摄，要不然就是跟大家在讨论策划什么之类的，在会议室所以我自己都很少来。主要呢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要审片，所以有一个比较大的 LG 的这个5K 的这个显示器，太乱了，sorry。这个小办公室一进来，猛地一看，感觉还不错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然后正对着下面一个非常繁忙的十字路口，所以夜景的时候看着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大阴面房间它在整个大厦旁边的一个小角落所以很多情况下，即便是大白天我也要开着灯然后设计师非常贴心往上看。他给我专门设置了2个晴空灯，它是通过模拟大气的反射效应来去还原阳光还有蓝天的这个效果，所以什么时候一抬头你就感觉上面是蓝天，然后光斜斜的打下来，正好打在了这个墙上。有一次我进来的时候，武汉正在下大雨，然后一进来看到这个窗户外面哗哗的大雨，整个窗户全部都给打湿了。然后我一转头再看到这个晴空灯模拟的这个阳光的效果，我盯着这个灯真的看了半天。科技改变生活，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桌子的背景墙呢，它顶部也装了一个轨道，然后各种各样的筒灯都放上去了。我们来去看看其他空间。我们整个工作室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水吧外面的风景还是不错的。我们在这儿也设了咖啡机，然后下午的时候可以在这儿稍微坐一下，喝杯咖啡。这边两侧是有2个房间，右手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用餐空间，然后我们的零食饮料这个微波炉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摆在这儿。毕竟采购了非常多的这个饮料摆满了一个货架，然后冰箱专门在这个吧台的下面呢，我们也做了一条灯带，给小小的装饰了一下。顶部呢，我们做了这个全喷黑的处理，因为上面的这个各种线路会非常多，稍微会遮一下，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筒灯，跟会议室是一样的。我们专门做了一个黑色的吊顶，看起来这个空间感会更好一些。然后对面是我们的数据间。这个就小小的稍微看一眼，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未发布的这个机器不能仔细拍。这个数据间在我们的老工作室基本上是一样这个平移下来的但是空间上面给稍微缩小了一点，因为温度不好控制，因为这个房间全年都是25摄氏度它不仅有中央空调，我们也专门装了独立的空调来进一步去精准的控制它的温度大家在频道或者说小程序看到的所有数据都是从这个空间里面测试出来的而且因为它也是个阴面，所以我们也专门装了晴空灯。OK 整个工作室呢跟大家聊的差不太多，满分10分的话，大家给打几分？可以评论弹幕一下看似是各种各样的开关灯具但其实这背后呢有一整套强大的一来智能灯光系统。整个工作室600多平使用的灯和传感器还有面板这些开关加起来有200多个，所有的设备甚至墙上的这些开关面板都是无线控制的。这段时间我们整体使用的稳定性呢也是不错的。出于对科技产品的好奇心我们也找来一来的小伙伴了解了一下这套系统它是基于蓝牙 Mesh 协议采用多层次组网控制技术相当于是每个设备呢都是一个信息中转站，这全屋的设备呢组成了一个大的 IoT 局域网不仅传输速度可以做得更快，而且设备越多越稳定，非常适合智能照明的场景。一来的小伙伴说这套系统的稳定性是可以媲美有线智能的。平台兼容性方面呢，它同时支持小米的米家和这个苹果的 HomeKit， 比如说工作室使用 iPhone 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家庭里面进行控制。而且这套系统呢，同时支持刚刚发布的 Matter 协议，可以探索出更好玩的智能联动。最后非常感谢一来对我们工作室的帮助因为之前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一类全屋智能灯光系统，一来的小伙伴不厌其烦这个前前后后来我们工作室跑了 N 多次，各种安装调试，帮我们解决各种疑问特别感谢。因为我们工作室所处的这个行业确实对这个灯光
光的要求比较高啊，因为平时拍摄太多了嘛啊，不但需要各种类型的灯光，而且对于每个灯的素质要求都比较高啊，高显脂、护眼，还有我个人非常在意的无频闪。要不各位观众老爷一不小心看到一个灯在闪，不知道的还以为手机屏幕 PWM 调光出了问题。OK， 为什么我们在视频开头说这是小白测评自己的3.0啊？因为从工作室这个角度讲呢，我们基本上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搬家。如果你在频道里面考古的话，那个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啊，比如说操场上啊，或者说教室找一个角落啊，然后录制的啊。后来呢，单独租的第一个工作室应该是38平米还是48平米啊？是在距离我们学校2-3站地的一个地方啊，距离这里应该是5站地，然后后来我们一年一换啊，在那栋大厦是换到了不到100平米，然后2.0呢就是我们搬到了现在的这个大厦啊，一开始是300平米，后来把对门的那个不用的公司租过来之后呢是450平米，待了2-3年的时间啊，这是2.0。这个新的工作室就是我们的3.0。OK 啊，这一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肯定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点赞和投币啊，在此特别感谢。希望我们持续发展，始终给大家带来有价值的内容啊，把我们这个工具性的科技数码频道给做好做稳啊。后续到4.0的时候啊，希望你还在看视频。OK， 更多的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博观真体验。我们小白测评4.0工作室再见。